几个月前，我心心念念的一份工作面试失败了。回去的路上收到后本的消息，我以为他是来关心我的面试，正想措辞让他别太担心，结果没事，对他抱有期待本身就是我的一种过错。接下来他每隔1分钟就短信轰炸我一次，问我还有多久。心情更不爽了。我出了地铁走了几步，感觉有点不对劲。好巧，一个人吗？我去，你怎么在这？这不是为了等你吗？你个死鬼，不早点过来，催了这么久还骂我呢？我刚刚等了好久，他一直在对我说快吃我，我忍了很久，我还是忍住了。你再给我一个，妈，你吃了没？吃了。这个后本有时候还挺好。今天后本让我陪他去太古里逛街，他轻蔑地走过古驰、miu miu、爱马仕这些店，径直走进了 Zara， 精心挑选了半个小时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买。后本没有喜欢的吗？没有。但我明明在里面看见他把一件衣服反复试了5次，喜欢是藏不住的。可能现在的他连 Zara 都负担不起了吧。这样的后本马上又带我去了太古里的进口超市，他从容的神色像是这里的常客。我很佩服他，很少有人能厚着脸皮推个空车在超市里走上1个多小时。终于他要去结账了，一瓶价值9块钱的矿泉水，算是他在这家进口超市逛了1个多小时最大的交代。后本其实没有那么抠门的，你看他还专门为这个矿泉水配了个价值1.2块的超市口袋。我很不理解，可能我还是不配做他的朋友吧。今天的后本好像和平时不太一样，没有逛街，没有西餐，有的只是对知识的强烈渴望。我看到他一手拉着莎士比亚，一手拉着女人的玩具，神色纠结，不知如何取舍。虽然不懂他纠结个什么劲，但我还是善意的提醒了他一句：后本，follow your heart。可能他听不懂英语吧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这个天真无耻的傻姑娘居然坐了别人的位置，难道不知道想坐在那里就必须花钱点杯水吗？她会不会去点杯水呢？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打消人家的气势。反正我是不配坐在她旁边的，我还是只可以自己点杯喝的，在她背后默默看着她吧。后本，不要再看着我了，我是真的不配和你做朋友啊。上一个视频火了，我和后本为了庆祝一下，想在外面随便找家餐厅搓一顿。当经理为他拉开凳子的那一刻，我意识到这顿饭可能不是我们承受得起的。后本毕竟是见过世面的，坐下后熟练地将餐巾塞进衣领。我好惭愧，还以为这种餐巾是用来擦嘴巴的。此时想走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我们的后本已经吃了人家2份免费虾片。好吧，他又要了1份。我紧张地看着菜单上非常 expensive 的复杂菜名，用最快的速度点了1份最便宜的菜。当后本点餐时，他看得很仔细，从前菜到甜点，顺带还问了一下店里红酒的年份。我真的好羡慕他，居然可以在做完这一系列动作后，淡定地对服务员说出这句话：来杯白水就好了。你多少还在点道菜吗？我是真的没胃口。这顿我请。服务员，微餐。怎么他的胃口一下就变好了？我很不理解，可能我还是不配做他的朋友吧。今天我把这个舞蹈献给我的女儿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这。我
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是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。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？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全忘了吧？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。神经病。